各位知道历史上飞得最高的一只猫是哪一只吗？什么？猫会飞？是的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曾经在法国有过这么一只猫，比在座所有的朋友飞得都要高，因为它飞去过太空。当然不是喵星球了，很多人可能只听说过狗啊、猩猩啊去太空的新闻，但却从来都不知道历史上有只猫也访问过太空，还成功的返回到地球幸存了下来。那么为何我们很少听说过它的故事？它又是如何成为天选之猫的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历史上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猫科动物。上世纪50-60年代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忙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探索宇宙。但是谁也没有办法预知太空的危险，所以不敢贸然把人类当成试验品送入太空。于是各国科学家只能先挑选小白鼠，以此考量出太空飞行会对地球生物产生怎么样的影响，从而考虑人类是否可以效仿。就比如在1957年，苏联把一条名叫莱卡的流浪狗送上了太空。在1961年的时候，美国也紧随其后，把一只名叫汉姆的黑猩猩送上了太空。但遗憾的是，莱卡的结局并不好，苏联的卫星没有按照计划的回归轨迹返回地球，很快莱卡就孤独的在太空当中死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法国也用火箭发射过老鼠，试图研究失重对身体和大脑的影响，但该实验并没有给科学家带来新的进展。为了进一步研究实验，法国科学家进行了讨论，要想了解太空飞行对人类的影响，必须挑选体型更大的哺乳动物，就比如猫咪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1963年，法国航空医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精心挑选了14只母猫，把它们送到了培训学校，接受了宇航员的特别训练。为了方便科学家追踪猫的神经活动，在正式训练之前，猫的大脑里都被植入了电极。接下来他们忍受了好几个月的封闭测试，适应巨大的火箭噪音以及令人反胃的离心机操作。在这一系列的测试训练中，一只代号为 C341 的小猫脱颖而出，它曾经是巴黎街头的流浪猫。科学家发现它没有像其他猫一样增加体重，性格也比较平稳，不容易恐慌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进入太空之后，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。如果宇航猫招架不住，就会出现大量的恐慌反应，严重影响大脑当中的信号读取。最终 C341 被正式选为宇航猫，为此它还获得了新的名字费利切特。1963年10月18日上午8点09分，费利切特从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基地发射升空了，到达地球上方约157公里的高度，行程很短，总共用时15分钟。但科学家们不敢松懈，通过植入费利切特全身的电极，密切关注着他的呼吸和心率变化。最终为了返回地球，火箭分裂成为了两半，费利切特在空中漂浮了大约5分钟，随后他的降落伞展开了，费利切特又回到了撒哈拉沙漠，在那里他被研究人员救起。此次太空任务大获成功，费利切特成为了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猫科动物，英雄猫的称号再适合不过了。根据检测报告，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，费利切特留下了大量的宝贵数据，就比如他受到的电击频率远高于预期，由于他又是火箭的有效载荷，所以上升阶段保持警惕，而在微重力阶段，费利切特的心率减缓，呼吸变得正常，后来湍急的折返导致他心率上升，混乱的数据使其难以被分析。后来可悲的是，为了让科学家们可以检查他的大脑，费利切特在回到地球的2个月后被执行了安乐死。仅仅过了没几天，也就是10月24日，法国又发射了第2只猫到太空，但这次就没那么走运了。宇航猫最终没能安全回到地面，去了喵星，而剩下的11只猫又何去何从了呢？据了解，在电击手术之后，一只猫的健康状况恶化，因此科学家将它移除候选猫名单中，其余的猫则在该实验项目结束后，也全部被执行了安乐死。对于在苏联和美国之后刚刚建立世界上第3个民用航天局的法国来说，费利切特圆满完成的任务可以说是帮助了法国加入了太空竞赛，这是法国航天历史上的一个巨大里程碑。但是尽管费利切特做出了科学贡献，但这只勇敢的小猫并不为人所熟知，甚至逐渐从历史中消失了。还记得刚开头说过的也被送入太空的另外2个英雄动物吗？莱卡去世后被尊为民族英雄，还建造了专门的纪念碑。黑猩猩汉姆成功返回到地球上，但他只活到了25岁就去世了，比正常黑猩猩的平均寿命35到40岁短了很多。科学家开始怀疑这种反常的现象与当年的太空之旅是分不开的。在汉姆去世后，他的部分遗体被送往国际太空名人堂安葬，相反，费利切特黯淡无光。作为一只英雄猫，竟然没有任何纪念他的宣传。不过好在有人站了出来，他就是马修·盖伊，一位爱猫人士。2017年，马修发现在一条促销毛巾上面发现了费利切特。
他很惊讶，这不该是太空猫的命运。事实上，关于费利切特的新闻少之又少，几乎都是有关莱卡和汉姆的文章，同样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马修开始为费利切特的经历愤愤不平，法国只为他发行过一张纪念邮票，但还不如不发行，因为竟然连猫的名字和性别都搞错了，写成了菲利克斯，还是一只公猫，这就有点离谱了吧？相反，每个人都知道莱卡，更不可能把它和别的狗搞混。为此，马修发起了一项活动，想为费利切特建立雕像，以此来纪念他。感人的是，这项活动得到了1000多名的支持者，以及7万多美元的捐款。最终，在2019年的12月18日，这座大约1.7米高的青铜雕像，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国际空间大学正式揭幕。它展示了这只猫在地球上抬头凝望星空的样子，非常有意境。虽然费利切特已经去了喵星50多年了，但是他也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纪念雕像，也算是弥补了一个遗憾。其实之所以费利切特一直默默无闻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早期的太空飞行几乎只记录了苏联和美国的新闻，而法国及其宇航员都是次要角色，不值得一提。如果这只猫是在这2个国家送到太空上去的，那绝对会名声大噪，地位蹭蹭蹭的就上来了。可能这就是当年航天历史上的鄙视链吧。那我个人觉得，雕像不雕像的从来都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，如果再不做点什么，费利切特的事迹恐怕会越来越石沉大海。大家纠结的从来都不是多么大规模的宣传，而是不想它被世界遗忘。这件事情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，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遗忘。在世界上任何地方，仍有人挂念，仍有人记得，其实它也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活着。那在历史上有多少为人类太空事业牺牲的动物宇航员？正是他们的牺牲，人类才可以走向太空。不管是动物宇航员，还是为人类健康事业牺牲的小动物，都承受了想象不到的痛苦。虽然这也是人类进步无法避免的一步，但我们都应该向他们致敬。虽然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，已经不需要付出这么多血淋淋的代价，但是生物医学还是离不开用实验动物做模型。数以万计的实验动物正在为人类献身，在这样无法避免的情况下，只希望能够人道的开展实验，尽可能的减少他们的痛苦。4月24日，各位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是世界实验动物日，希望大家能对这个时间有个印象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各位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